室内不能养蝴蝶兰，不是迷信，已被证实。难怪很多人养不好。蝴蝶兰一直在家庭装饰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然而近年来却有很多人因蝴蝶兰的种植以及养护问题而苦恼。有人抱怨蝴蝶兰容易死亡，而另外一些人甚至干脆称蝴蝶兰是气场杀手、宅运绊脚石、花式收割机、钱包吸金藤等不利之词。那么，为什么室内不能养蝴蝶兰？这是否是一种迷信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详细说一下江湖上流传的蝴蝶兰不能室内养的传说。1. 摆放位置很挑剔。禁忌1：电视机旁。电视柜上千万别再对称的摆放蝴蝶兰了，犯了点忌讳哦。因为这样的搭配在风水上叫火火相冲，会引发口舌是非。而从养护的角度来看，液晶电视在运作时，机身背后的散热口温度可达到40度以上，这种温度会让蝴蝶兰叶片的蒸腾速度大幅提升，使其快速失水，叶间干枯，严重时甚至整盆萎蔫。禁忌2：玄关。另一个不太适合的摆放位置是玄关的鞋柜上。乍看之下，这里空间刚好适合小盆花，但风水上却说这叫污气染兰，意思是进门第一眼看见兰花本该吉祥，但若与鞋柜混在一起，容易吸附浊气，阻挡财运。而科学研究也显示，鞋柜周围的空气微生物浓度是客厅的12倍，长期处于这样环境下的蝴蝶兰，容易感染炭疽病、叶斑病等，花虽未枯，实则早已病入膏肓。想在玄关点缀绿意，可以改用铜钱草或绿萝这类更耐污染、抗性强的植物，更适合用来化煞迎福。禁忌3：卧室床头。还有不少人喜欢把蝴蝶兰摆在床头柜上，一方面为了美观，另一方面觉得花香可以助眠，但从风水上来说，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推荐的。蝴蝶兰属于夺气植物，在夜间会与人争夺空气中的氧气，不利于卧室的气场平衡。根据睡眠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，在卧室摆放兰花的受试者中，平均睡眠质量下降了23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蝴蝶兰大部分采用水苔作为栽培介质，而水苔在潮湿条件下容易滋生霉菌孢子。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孢子会悄悄漂浮在空气中，被人吸入后，有可能刺激呼吸道，引发过敏、咳嗽，甚至影响夜间呼吸质量。风水上也强调阴阳平衡，卧室属阴，蝴蝶兰又属阴性植物，两者重叠，容易造成夫妻失和、情绪不稳。若想在卧室摆放绿植，建议选择吸附力强、释放氧气稳定的植物，例如虎尾兰、芦荟或常春藤，不仅好养，还能净化空气，安神助眠。禁忌4：厕所门口。风水上认为厕所属污秽之地，蝴蝶兰这样的惜财花若放在门前，原本聚财的效果可能变成漏财。科学也有解释，厕所湿度常常超过80%，是细菌和霉菌最爱的环境。这种条件下，蝴蝶兰极易烂根、黄叶，久而久之，不但花死了，空气品质也会变差，反而对健康构成威胁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有些花友的蝴蝶兰都已经养死了，却迟迟不肯处理。在民间，这种行为有养衰神的说法，因为不健康或者死亡的盆栽会阻碍家运流转。如果发现蝴蝶兰已经彻底枯败，建议尽早处理掉。2. 属相上挑剔。从五行角度来看，蝴蝶兰属火，这不仅是因为它盛开的花多为红色、粉色等暖色调，更是因为它整体向上生长的形态，象征着上升、激烈和变化。若你的生肖在五行中本就忌火，例如属虎或属兔，长时间接触蝴蝶兰这种火性植物，容易导致精力过度消耗，情绪方面可能会出现焦躁、睡眠不稳的情况，在工作中也更容易陷入竞争、纠纷。而对于属牛、属龙、属羊、属狗的人来说，虽然五行属土与火无直接冲突，但火生土的过度能量也可能加剧原本固执、保守的个性，进而影响人际互动，造成沟通困难。如果你有上述的情况，可以在蝴蝶兰旁边摆上一块白水晶，用金的力量来平衡火与木之间的能量，或是换一个蓝色陶瓷盆，让水属性参与其中，帮助调节五行流动，减轻不适。蝴蝶兰虽然美丽，但绝非随意摆放的装饰品。
选对位置才是真正的旺运花，摆错地方，再贵的花也只会带来麻烦。看到这里，你家里的蝴蝶兰还想继续放在原来的位置吗？那蝴蝶兰到底该摆在哪里，才能既不出问题，又能真正发挥招财效果呢？3. 适合养蝴蝶兰的财位。1. 财运位，客厅东南角。风水师傅最推荐的是把蝴蝶兰放在客厅的东南角，这里是传统的财位所在。只要从客厅入口处站定，面对房间的左前方对角线位置，就是财位。如果家中户型不方正，也可以选择光照最好的角落作为替代。要让蝴蝶兰真正催旺财运，可以摆上3株粉色的蝴蝶兰，呈三角形排列，并在中央摆放一块小型紫水晶。这种布局形成了木生火，火生土的能量链，有利于稳定运势，累积财富。如果阳光允许，建议每天上午10点前让阳光直射水晶约半小时，有助于激活能量场，提升效果。要注意的是，在财位2米范围内，千万不要放垃圾桶、药品或枯枝，这些会形成破财三角区，中断好运。如果财位恰好靠近厕所，也可以在隔墙处悬挂一个铜葫芦，借金属之力吸收浊气，防止好运被冲散。2. 好运位，书房办公室。除了财运布局，蝴蝶兰其实也可以运用于学业与事业的提升。在书房若能巧妙布置文昌位，也能增强学习与专注力。传统做法是在房间进门的对角线布置绿植，而现代风水更建议将蝴蝶兰摆在书桌左前方约45度的位置，也就是左青龙位。选择白色蝴蝶兰配上黑色鹅卵石，可以构成金生水、水生木的能量循环，有助于提升智慧与表达力。如果想让这股能量更有方向性，不妨在花盆底部压一张亲笔书写的目标字条，不论是升职、考上理想学校或业绩翻倍，借由植物的生长磁场，象征种下愿望，稳步达成。3. 特别的房型。当然，有些家庭格局比较特殊，比如小户型根本没有明显的东南角，那也可以透过其他方式来弥补。例如在冰箱顶部摆上一盆红色蝴蝶兰，再配一支小型指南针，让指南针指向东南，就可以借由磁场模拟财位的能量。或是在西晒阳台养兰，每天下午3点以后拉起竹帘，再挂上一串铜制风铃，借金克木之力来中和火气，让这个本是煞气重的位置转为生财旺位。如果是用在店面或公司前台，则可以采用7星半月阵的做法，7株红色蝴蝶兰围绕1株白色兰花，象征7星护主，一白为月，再加上左侧流水摆件，构成水生木、木生火、火生土的流动格局，用来提升客源、人气与成交率，效果往往十分显著。4. 室内养护的隐形陷阱。1. 光照。蝴蝶兰作为热带附生兰，其生理特性与室内环境存在天然矛盾。在光照管理上，植株既需每日有2至3小时的散射光维持光合作用，又对直射强光极度敏感。现实中，室内常出现2种极端，将植株长期置于昏暗角落，导致叶片徒长、花芽分化失败，或误置于西晒窗台，引发叶片灼伤、花期缩短。建议将植株放置于东向或北向窗边，或采用透光率50%的纱帘过滤强光，并在冬季短暂接受南向柔光补充能量。2. 温湿度。湿度调控则是另一难题。蝴蝶兰原生环境空气湿度常年维持在60%至70%，但现代居所的空调与暖气系统往往使湿度骤降至30%以下。干燥空气不仅导致气根萎缩，更会引发红蜘蛛等虫害。可通过每日早晚向植株周围喷雾、摆放加湿器等方式调节微气候，同时保证每日30分钟以上的通风，避免高湿度环境滋生病菌。3. 浇水。浇水管理堪称隐形杀手。常见误区包括过度依赖保水性强的水台机制，导致根系长期处于缺氧状态，或机械执行固定浇水频率，忽视环境温湿度变化对水分蒸发的影响。科学做法是当气根由翠绿转为银白时，采用浸盆法补水10分钟，沥干后放回通风处。5. 养蝴蝶兰很费钱。蝴蝶兰养护的经济代价常被低估。一株带花剑的普通品种售价约20至100元，造型精美的组合盆栽可达300元以上，
但多数新手因养护不当导致植株死亡，年均重复购置成本可能超过500元。隐性支出更为惊人，比如专用机制每年需更换2至3次，成本约50元。若遭遇严重病害，杀菌剂、营养液等药品支出另需100至200元。要想最低成本养护蝴蝶兰的话，建议初期选择耐旱性强、复花率高的满天红、黄金甲等品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蝴蝶兰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